要治疗好肩关节疼痛和膝关节疼痛，一定要先找到受伤的地方，然后找到受伤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家医科看很多中老年人，那有这个关节疼痛的病人其实蛮多的。那就我个人来说，常常来找我看诊的大部分是肩关节的疼痛和膝关节的疼痛。那如果年轻人来说，大部分都是运动伤害所造成的。那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大部分可能就是因为姿势不良啊，或是说有一些长期的这个退化性关节造成的。而且现在的这个虽然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对我来说，我比较常看的是一些退化性的疾病。身为家医科医师我们常常会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一定会先经过仔细的病史评估，还有理学检查，先确定是不是有病人不是因为其他身体其他系统性的疾病所造成譬如说最常见的是痛风这些新陈代谢的疾病，还有一些风湿免疫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要先经过仔细的评估，确定它不是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才从单纯的这个局部的骨关节韧带的问题来做治疗。那这些东西都仔细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了病灶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它的严重度怎么样，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规划这样可以提供病人一个最完整的照顾，也可以给病人一个最有效的治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70几岁的这个大姐姐，那因为她手举不高，受到很大的困扰来找我。那初步的诊断呢，理学检查起来，她应该比较像是属于我们的肩胛体症候群那所以我经过超音波治疗还有一些核磁共振的治疗，确定她只有这个棘上肌的韧带这个受伤，因为她的棘上肌已经有一点部分的断裂所以我就建议她要打这个 PLT 的这个增生治疗那经过这个PLT 的3次的治疗之后她得到很大的恢复。关于膝盖的部分，因为现在人口老化的关系，所以退化性关节炎困扰了很多的中老年人，造成他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阿姨，她的有一边的膝盖已经经过手术了那另外一边的膝盖又出问题，所以呢，她走路像企鹅一样会摇摇晃晃的发现她的这个关节的退化，除了骨头的退化之外，她的软骨也有磨损，她的半月板也有受损，她的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都因为退化性的这个变化而变得很脆弱，也有断裂。那当然，除了急性的这个治疗之外，还要让她的这个半月板还有这些韧带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修复所以我也是建议她做这个 PLT 的治疗。那很让人意外的，我本来以为阿姨的修复时间要很长，没想到她也是经过这个2、3次的治疗之后她很高兴的告诉我她现在走路都已经不会痛了那当然增生治疗我们还是要搭配很好的这个姿势的调整，有一些会继续伤害韧带的动作我就叫她尽量不要做的确恢复得很快所以这个 PLT 算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大家对 PRP 都很熟悉它就是抽我们自己的血，制备血小板生长因子，然后立即可以使用。那 PLT 的话，它是另外一个特殊的制成方式，病人只要抽1次的血，送到技术单位，可以制备6到20瓶左右的血小板。那每一瓶呢，至少都含有10亿颗以上的血小板。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要把溶剂加进这个瓶子里面，我们就可以抽出来，就可以使用。PLT 含有大量的血小板以及血小板的生长因子，可以很有效的帮助组织修复，达到各种治疗的效果。不过增生疗法的治疗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如果说这个病人正处在一个非常急性发炎的状态，就不适合在这个时间做增生治疗。我们应该先处理急性发炎的现象，等急性发炎改善了以后，再来做增生治疗，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要预防这个肩关节和膝关节不再继续受伤害除了我们一般的营养的照顾之外不要长时间维持在同一个动作，或是重复做一个动作，一直重复。那其次呢，我们要维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譬如说我们要维持这个挺胸抬头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的肩关节其实周边的肌肉韧带可以维持放松。行有余力的话，我们要去练一些肌力，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然后才能够应对一些我们平常做的动作
或是做一些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受伤了，那经过了一些治疗，无论是急性期的治疗或是 PRT 的治疗，我们还是得要回去源头去找我们哪些姿势、哪些动作造成这些伤害，然后把它纠正回来啊，这样子才能这个事半功倍，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啊、韧带啊、肌肉不再继续受伤。